最烧钱的美剧震撼来袭。自从科幻美剧天花板《曼达洛人》连续上映2季之后，后续再次推出了新的星战大片，讲述曼达洛人第2季之后的故事。但其中一些精彩的回忆又解开了第2季中的一些谜团，从而和曼达洛人形成一个完美的故事线。刚播出就拿到8.7的高分，名为《波巴费特之书》，又名《曼达洛人衍生剧》，场面豪华壮观，由原班人马打造而成，让经费再一次燃烧起来。只见光头在怪物肚子里醒来，在隐约的灯光中看见不远处一名帝国风暴士兵，他走上前拔掉对方的氧气管，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机会。接着费尽9牛2虎之力，从怪物体内爬到地面，看自己身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，绝望加上虚弱的原因，光头直接昏了过去。夜晚，一个巨大的沙漠履带车出现，上面走下来一群贾瓦人，他们是本地出名的偷盗者种族，外加捡破烂大王，个个都是1.3米的彪形大汉。他们抱着能动手就别吵吵的原则，将光头直接打晕，然后拿走曼达洛盔甲扬长而去。第2天刮起狂风，一群杀人刚好从此路过，在经过观察后，一人挤出虫子之液，让光头起死回生。杀人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因为好心，而是心想白捡了一个奴隶。接着他们便开始返程，将奄奄一息的光头拴在队伍最后。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，更何况是现在虚弱的光头。他很快就再次感觉视线模糊，躺在地上很是享受。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赶回营地。杀人首领看白捡一个奴隶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一群孩子围上来对光头拳打脚踢，直到夜晚终于消停下来，四周的守卫也放松了警惕。光头环顾四周，想找机会逃跑，可不料声音惊动了一旁熟睡的大狼狗，起身呲牙咧嘴扑过来，被光头找准机会控制，然后一个暴击将其打晕，用锋利的狗牙割断绳子。光头并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示意同为奴隶的大眼睛逃跑。没想对方不但没有感谢的意思，反而大喊大叫吵醒了旁边守卫。光头见好心当成驴肝肺，只能独自开始逃跑。二哈醒来紧随其后，其中一人在首领的允许下开始和光头单挑，最终结果可想而知。光头又少不了一顿暴打。第2天，他们被一个小孩带离营地，在沙漠里寻找一种野果。这种野果是杀人主要的饮用水源，一旁有大狼狗坐镇，光头2人不敢偷懒，可不料危险正在逼近。只见大眼睛似乎挖到一块化石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只见下一秒，恐怖的一幕发生了。这是连哥斯拉都畏惧的猛兽，全身上下拥有66块腹肌，人类在它的面前如同蝼蚁。正在这个玩命的时刻，一旁的大狼狗冲上来，咬住怪物手臂，但还没帅过3秒，就被打飞100米开外。小孩吓得一脸懵逼，接着怪物就将一人送上西天，转眼又用细皮嫩肉的小手对光头展开攻击。危急时刻，小孩跑上来，用木棍猛地刺向怪物72码的大脚丫子，怪物疼痛难忍，下一秒同时被打飞奄奄一息。光头找准机会，用铁链捆住怪物2条手臂，在将光头打飞后，又怒气汹汹地向小孩逼近，眼看下一秒就有人要丧命。只见光头从后方一跃而起，用铁链套在这头猛兽脖子上。虽然怪物拥有4条手臂，但灵活性较差，无法伸向背后。随着一阵阵剧烈的惨叫，怪物终于领了盒饭。光头缓慢地站起身，在太阳的照耀下显得无比强大。此刻他就是10里8村最靓的仔。接着他们返回部落，小孩抱着怪物头颅很是兴奋，向同伴炫耀着他们的战绩。看来今晚不缺肉吃了，甚至有人打算合影留作纪念。首领见状，默默地递给光头一杯水。看来光头正在慢慢地获得族群的认可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光头还得到了和杀人切磋武艺的机会。虽然对方有时会来上几个大嘴巴子，怪打狗棒法没有长进，光头也会虚心接受，认真练习。正在这时，沙漠里突然钻出一只癞蛤蟆，似乎是受到了惊吓。杀人可不管这些，用枪突哧一下就将其打倒在地。正在围上去查看的时候，远处巨大的鸣笛声传来，众人开始紧张起来，匆忙的拿起土枪进入战斗状态。原来是一辆运输火车，对面的人二话不说直接开火，无辜的老牛当场饮恨黄泉。仅仅眨眼的功夫，杀人这边已经死伤惨重，懵逼的光头赶紧带着孩子躲到隐蔽处。近距离看去，对面的武器精良，难怪杀人不是对手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火车嚣张地奔向远方。在了解后，这些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向他们发动攻击，每次都会死伤惨重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光头决定为沙族部落做点什么。刚好他在朦胧中发现一群人骑着电驴从此路过，从装备来看，他们8成是劫匪。于是光头想到一个大胆的计划，他一路跟随来到旅店，二话不说直接开战。
在经过一波疯狂的操作后，几个小弟被打晕，光头并没有痛下杀手，原来是看上了对方的电驴，接着匆忙驾驶回到部落。光头要教杀人如何使用，从而对付将要到来的火车。刚开始众人甚至连前进后退都分不清，还好在经过几天反复的练习，他们已经配合得十分默契，就连来回跳车这样骚气的走位都能顺利完成。随着火车再次驶来，一场大战的号角也随之吹响。所有人分工明确，对面见状也是率先发动了攻击。毫不知情的老牛再次躺枪，转眼间光头这边已经到达战场，内部狙击手立马调转枪口，命中的电驴瞬间翻车。同伴拿起反光镜提醒众人，表明敌人已经进入埋伏好的攻击范围。随着四周沙丘的火力加持，光头他们赶紧扔出绳索，采用强攻的方式向火车上方爬去。在同伴接连饮恨黄泉后，光头驾驶的电驴也被打冒烟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在救下一人后，赶紧扔出绳索跳上火车。还好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不然就领了盒饭。在来到火车顶部后，几人迅速向车头逼近，但敌人依然殊死抵抗，双方顿时陷入僵局。只见一名骑手出现，玩命似的向火车撞去。这技术连职业选手都自愧不如，剧烈的爆炸声惊动驾驶员。只见机器人一波操作猛如虎，转眼将火车的速度开到最快，众人险些被甩飞，同伴直接被高温喷射器变成烧烤。光头见要速战速决，所以纵身一跃跳进驾驶舱，威胁机器人立马停下车。但对方显然不吃这一套，直接跳窗逃离，旋转720度成功落地。光头见状只能自己关掉引擎。在丧失高速行驶动力的加持后，火车顿时贴合地面滑行数百米。虽然现场一片狼藉，光头带领沙族人还是获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。接下来就是搜刮战利品、审问俘虏。看着光头坐在中间，就知道他的地位又提升了。在对方的口中得知，他们一直以为沙族人是本地的强盗，所以为避免货物的安全，会花重金聘请大量雇佣兵。而这些人可不管是敌是友，每次都会率先开枪，长期以往双方就成了死敌。听完后，光头表示，以后从此路过只需要缴纳过路费，便可以畅行无阻。如果再使用暴力，必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样一来，在解决问题的同时，还为沙族人多了一份格外的收入。所以族长就赏赐光头一条蜥蜴作为答谢。光头还没反应过来，蜥蜴就直接钻进了鼻子里，接着便感觉头晕目眩，自己在沙漠中独自行走。很快，一个千年古树出现在眼前，光头走上前想要打量一番，只见古树竟然诡异的动起来，光头也在幻境中被古树困住，最终掰断一截树枝，拿着回到部落。族长看了很满意，所以命令手下给光头黑袍加身。看这装扮和绝地武士卢克很是相似。随后在木匠的帮助下，将带回的树枝仔细打磨，变成族人权力象征的武器。接着他们开始篝火狂欢，却不知一场屠杀正在逼近。到底是多大的仇恨，一夜之间让整个部落化为炼狱，导致上百人全部遇害。此时光头还一脸懵逼。1天前他受到族长的委托，骑着牦牛前往塔图因小镇找派克人索要火车的过路费。虽然对方早就答应，但始终没有如期奉上。在说明来意后，守卫果断放行。首领见光头前来笑脸相迎，但却连一个座位没准备，一看就是妥妥的伪君子。首领说过路费已经上交给飞车党，如果想要分一杯羹，可以去找对方商量。光头听完后虽然一肚子气，但毫无办法，对方已经将责任推卸干净，因为自己代表的沙族和飞车党是死敌。这笔格外的收益80%是泡汤了。光头失落的返程，突然前方升起滚滚浓烟，那里可是部落的位置。光头顿时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，马不停蹄地跑上前。眼前的一幕让他无法接受，整个部落一片狼藉，无论人还是牲畜，全部饮恨黄泉。从尚未熄灭的火势来看，凶手应该刚走不久。突然帐篷上熟悉的标志映入眼帘，又是无恶不作的飞车党。光头从此刻暗自发誓，一定让这些人血债血偿。随后他强忍着怒火，将族人的尸体聚在一起焚烧。但想将飞车党铲除并不容易，更何况自己势单力薄。于是他想找回自己的飞船。经过多方打听得知，就在眼前的堡垒里面，外面守卫太多，根本无法混进去，只能从长计议想一个万全之策。夜晚升起篝火，吃着烧烤，一旁牦牛馋得使劲摇尾巴。光头见状扔他嘴里一块，好歹这个大块头也算得上朋友。就在光头想要继续吃的时候，只见远处一个闪光弹照亮夜空。当走上前，发现一个女人躺在地上，对方名叫芬尼克，看过《曼达洛人》第2季的小伙伴对本段的起因应该有所了解。
此时的芬尼克伤势非常严重，但在这个贫瘠的大沙漠，方圆并没有正规医疗站，光头只能抱着对方来到附近一家人体改造店。刚开始店主服务态度异常冷落，随着光头潇洒地丢出一麻袋钞票，男人立刻表示包在我身上。不得不说，马内的威力实在强大，而手术过程却让人大吃一惊。医生竟然用火对着患者一阵烧烤，然后推来各样金属零件，随着带上全自动手术设备，现场顿时变成汽车修理厂。在各样的零件安装到对应位置后，患者起死回生，一个人造人就此诞生。但还不错的是，芬尼克还保留着之前的记忆。见光头救了自己，芬尼克为报恩决定帮助对方夺回飞船。接着两人马不停蹄再次来到堡垒，芬尼克利用自带的高科技圆球偷偷潜入内部勘测地形。在展开行动之前，光头不舍得走到牦牛身边，让这个陪伴自己的坐骑离开，前去寻找同类。因为光头没十足的把握全身而退，不能让牦牛跟着自己等死。没想到这个大块头已经对自己产生感情，直到扔出一块牛肉才将其引开。接着圆球飞回来，在呈现的影像中，他们对堡垒内部有了详细的了解。飞船停靠在2楼，从下水道混入是个最保险的方法。出口正是厨房，两个机器人正在做饭。在将其中一个送走后，第二个瞬间进入战斗状态，手中挥舞着6把菜刀疯狂旋转，气势顿时拿捏到极致。只见菲尼克出现在后方，直接用砍刀将其抹了脖子，看样需要回炉重造一下。还没给两人喘息的机会，走廊匆忙的脚步声传来，一个卡哇伊捕鼠机器人出现在眼前。光头一个暴击想把它砸成废铁，但这个小家伙异常灵敏，开始在厨房躲起了猫，导致现场变得一片狼藉。在抓住后，光头想打探一些有用的信息，可能是自身颜值过于逆天，机器人吓得竟然自动关机，无奈只能将其丢进垃圾桶。来不及犹豫，两人赶紧前往2楼。当看到飞船的一刻，光头忍不住湿润了眼眶，他庆幸马上就可以为族人报仇。很快，两个看守的猪八戒察觉到不对劲，跑上来没几招接连饮恨黄泉。接着更多的增援部队赶到，火力压制的光头两人躲到角落。芬尼克用狙击枪断后，让光头赶紧跑上飞船。启动后，他们必须尽快撤离，不然源源不断的敌人会陆续赶来。整个过程还算顺利，飞船成功启动，最终送走一个猪八戒。他们成功潇洒地逃离了现场，接着便对飞车党展开复仇。一波狂轰乱炸之后，现场一片狼藉。在为族人报仇后，光头没有停留，开始去沙漠巨兽嘴里寻找自己的护甲。沙漠惊现一个深渊巨口，被困住的飞船正在遭受怪物的攻击。光头即使开足马力，也不能挣脱怪物的束缚，眼下只能选择硬刚。但两边大炮又被沙土挡住，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伤害，而怪物攻击的趋势丝毫没有减缓。如果不能速战速决，他们今天都难逃一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芬尼克想启动威力强劲的炸弹，但不料距离受限够不到，于是他果断解开安全带，怪物的血盆大口直接扑上来。即使有中间的挡风玻璃，一般人恐怕也会吓得半死。在按下开关之后，一个炸弹从飞船排出，怪物还以为是神仙美食，张开大嘴直接吞下。Fire in the hole！ 随着响彻天地的爆炸声，怪物顿时饮恨黄泉。但光头依然不死心，他再次用绳子潜入怪物体内寻找自己的护甲，但始终一无所获。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在钻出怪物体内的当夜，护甲被贾瓦人掳走。夜晚，两人篝火闲聊，在为族人报仇之后，光头意识到想要不被欺负，就要变得足够强大，所以他想组建自己的一方势力，希望芬尼克成为自己最得意的帮手。至于光头护甲是如何找到的，在曼达洛人第2季结束的时候，光头和芬尼克找到了阿伟，当时小可爱刚好被帝国抓走，所以两人帮助阿伟抢回了小可爱。随着小可爱被天行者卢克带走，第2季也随之画上了句号。同时，光头也如愿拿到了自己的护甲。至于小可爱和阿伟，后续都会陆续登场。之后，光头就在阴差阳错成为一个城主。当然，新主上任，所管辖的一些小势力都会来上贡。然而，这些人并没有把光头当回事，甚至祝福光头在位子上能做得长久。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挑衅。此时，座位上的光头脸色已经逐渐变得难堪，而本地的市长也只是随便安排一个手下前来应付。光头气得恨不得将对方撕碎。最后，两个猪八戒被押上来，
他们是上任城主的随从，手下都建议将这两个家伙做菜，一个清炖，一个烧烤。众人聚在一起大吃一顿，而光头却认为此时正是用人之际，再加上两人忠心归附，不如将其收入麾下为自己所用。接着又不听手下的劝阻，非要亲自上街头收取保护费，却不料半路遭遇一群杀手。这些人一手拿着光盾，一手拿着武器，可攻可守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光头见被困住，立马用炮弹想要强行突围，却不料巨大的反作用力将自己的头盔直接震飞，导致刚刚收取的所有马内被顿时一抢而空。而杀手也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，虽然光头的护甲刀枪不入，但致命的缺陷就是会导电。敌人刚好抓住这个软肋，让光头和芬尼克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。幸好危急时刻，手下的猪八戒赶到，直接将一人砍倒在地，给光头两人争取了反打的机会。现场顿时展开一场激烈的厮杀，猪八戒一波操作猛如虎，成功拿下一杀，光头更是愤怒地将对方砍成两半。而芬尼克抱着助人为乐的心态，为敌人免费做起了全身电疗。随着一个个领了盒饭，这些人感觉大势已去，所以开始匆忙逃窜。不料光头被彻底激怒，不惜动用核弹将一人炸成粉末。芬尼克追上去打算抓火的，接着便开始在房顶来了一场你追我赶的跑酷比赛。看他们灵活的身姿走位，就知道一定是练家的。最终费了好大的功夫，才将一人抓住。再带回询问的时候，对方始终一言不发，即使砍刀架在脖子上，依然面不改色。芬尼克索性按下开关，让对方掉入一处地下室。这是上任城主专门审问犯人的方式。下方有一只恐怖嗜血的怪兽，刺客吓得差点尿了裤子，立马说我是市长派来的，极力的请求放自己出去。而当闸门完全打开后，里面并没有所说的巨兽，原来这头庞然大物早就被卢克斩杀。为了有效的镇压各方势力，光头带着刺客开始游街，接下来就是找幕后黑手市长算账。没想到这个老家伙早有预备，竟然在众人不经意间安排手下将刺客灭口，这样一来死无对证，眼看大战一触即发。而市长又说自己也是受人委托，并且透露镇上的酒吧老板蓄谋已久。光头虽然并不相信对方，但毕竟现在还未到翻脸的时机，只能怒气汹汹地离开，来到酒吧找到老板娘。而对方当听完光头的来意后，立马假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，说这都是上任城主表亲的意思，他们要和你抢地盘。光头还一脸懵逼，顿时一阵鼓声传来，所说的幕后凶手竟然不请自来。从未见过如此高贵的癞蛤蟆，每次出行需要上百名随从，别人坐8台大轿，他坐的却是24台大轿。最前方更是有人敲锣打鼓的为其开路，就连新上任的城主都不放在眼里。他们之所以敢如此嚣张，只因他们是该星球的贵族，上任城主和这两个家伙是近亲关系，甚至直接拿出一张管辖通知书，让光头赶紧让位。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挑衅。光头自然不惯着对方，直接说不管你纸上写的什么，想要抢地盘就要凭实力说话。但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只见一个身高2米的大猩猩走上前来，眼神中充满了杀气，这正是本地角斗士冠军。但光头也不是被吓大的，一身曼达洛盔甲是战斗民族的标志，身边更有几个得力助手。对面如果选择硬刚，那必定奉陪到底。两只癞蛤蟆见状只能放下狠话，淡定地撤离现场。两败俱伤不是想要的结果，背后使坏才是他们的强项。看着对方的离去，光头嘴上虽然没有半点让步，但心里已经开始后怕。毕竟赏金猎人想要管辖一座城池，并没有说服力。夜晚，一个男人前来举报，对方是本地卖水的商人。要知道，能在如此干旱的地区售卖水资源，背后一定有势力支持。男人说，最近老是有人喝水不买单，请求光头前去处理一下，事成之后愿意奉上双倍保护费。当赶到现场才知道，是几个无所事事的小青年。他们并不否认抢水喝的事情，但也是无奈之举，因为忙碌1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喝几杯水。愤怒地指责店主谋取暴利，说光头身为城主也不管。而光头见几人是不错的帮手，再加上此时正是用人之际，所以想将他们收入麾下，并且保证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店主听完后很不乐意，翻着白眼不断索要马内。光头不屑地警告对方，如果想在自己的领地开店，就要将水价降到正常才行，不然立刻卷铺盖走人。说完便潇洒地离开现场，却不料刚回到住处，就遭到白天大猩猩的袭击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，光头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锁喉甩飞几十米，爬起来迷迷糊糊的想要反击，但可惜根本不是一个级别，再加上没有穿护甲，导致战斗和防御力都大打折扣，从而被扔来扔去，毫无反抗之力。危急时刻，光头拿起旁边武器打算反击，但不料还是晚了一步，被大猩猩的拳刺险些打出脑震荡，但这也给了光头反打的机会，用武器重击对方要害。没想到这大猩猩皮糙肉厚，根本打不动，接着被对方用手臂死死夹住，光头徒手击打，还被咬了一口。随着一阵骨头的断裂声，光头已经没了反应，
似乎是放弃了治疗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的手下终于听到不对劲，走上来将大猩猩扎了一刀，然后将其团团围住。大猩猩见状丝毫不怂，双方也算是打得有来有回。直到两位猪八戒的出现，让大猩猩彻底暴怒，扑上去一起摔下楼梯。可能是猪叫让人实在难受。接着又经过了一场惨烈的打斗，两个猪八戒被全部放翻在地，最终还是芬尼克及时按下开关，打算让对方进入地下室冷静一下。没想到大猩猩体力充沛，似乎还想单手做几个引体向上。随着芬尼克扔出砍刀，大猩猩被成功困住。气急败坏的光头已经没了耐心，只想让对方领盒饭，但被手下用眼神制止。第二天一早正在用餐，管家机器人说两只癞蛤蟆正在门口等待。光头怒气汹汹前去应对，看他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样。没想到对方上来表示道歉，说不该派大猩猩来刺杀城主。为了表示歉意，他们打算用一头怪兽作为补偿，此物名为多兰巨兽，而这只还是刚满月的幼崽。紧接着，癞蛤蟆为了讨好光头，还说出一些最新战况。外星球的一群香料商，他们打算将本地方圆数百公里变成他们最新的交易站，而且这些人已经将市长收买，他们的势力遍布各大星球的每个角落，就连新共和国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负责开路的部队已经赶到，接下来自然避免不了一场恶战。他看上去十分温顺，但让人不解的是，巨兽为何一直被蒙住眼睛？一旁男人立马给出解释：巨兽虽然残暴嗜血，但唯独对所看到的第一人百般顺从。光头听完后异常高兴，因为自己无儿无女，已经迫不及待想收下这个大儿子。随着男人走上前，摘下眼罩的一刻，巨兽迷迷糊糊将光头仔细打量了一番，也算是正式确定了自己的主人。光头满脸笑容地走上前，开始大眼瞪小眼。你说这个糟老头子狠不狠？人家拿你当主人，而你却把别人当儿子。直到管家机器人提醒有重要事情，光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，告诉手下上街买2头牛喂养一下。转眼众人开始前往市长家里，因为之前蛤蟆贵族告诉光头，市长已经被香料商收买，一直在背后捅刀子，今天必须将对方彻底铲除，免得日后再有不必要的麻烦。但他们众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个老狐狸已经收到消息跑路，只有助理还在表面应付，假装说去里屋报告市长。当察觉到不对劲，破门而入的时候，对方早就已经逃之夭夭。当然，面对这样不起眼的角色，交给几个鬼火少年处理绰绰有余。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追逐大赛正式开始，街上的众人都被吓得一脸懵逼。一个机器人被整得差点自动关机，凡是所过之处一阵狼烟。小家伙要不是及时缩进壳里，恐怕只能交给收废品大妈。当然，这些还不是最惨，直到几大桶饮用水被掀翻在地，商家恐怕已经哭晕在厕所里。鬼火少年也有2把刷子，面对众多障碍物灵活闪过，转眼已经追上助理。看着对方丝毫没有束手就擒的意思，只能用武器强行报复。助理见状开始变道，本以为让其翻车，却没想到这小摩托贴着墙壁平稳落地，顿时被秀了一波。正在这时，前方出现一个没考驾照的机器人，错把刹车当成油门，结果被撞得找不着北。眼看久久不能拿下对方，其中的小姐姐发飙，在展现车技的同时，来了一个泰山压底，瞬间让汽车失去控制，疯狂撞向前方的水果摊。见此场景，不知有多少货主骂骂咧咧的走了。光头随后赶到，得知市长真的和香料商暗中勾结，面对这样实力雄厚的对手，眼下必须招兵买马，应对将要到来的危机。桌下突然伸出一张血盆大口，众人被吓得赶紧离开座位，要不是中间的闸门，恐怕现场无人幸免。原来这是一场鸿门宴，光头用自己刚收的宠物来震慑当地己方势力，为的并不是寻求对方的帮助，只是简单的希望外星香料商在和自己开战的时候，在座的各位能够保持一个中立的状态。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下马威，众人表面不敢再做反驳，但内心是否真的能安分守己？身为城主的光头始终后怕，眼下要完成一桩心事，便是将这个在酒吧喝闷酒的黑熊收入麾下。黑熊此时心情很暴躁，因为之前收到蛤蟆贵族的命令，夜晚前去刺杀光头，没想到不但没成功，还被对方困在地下室。就在这个玩命的时刻，光头竟然大人大量的将自己放走，反而是蛤蟆贵族出卖了自己。于是黑熊越想越来气，看着对面一群人高兴的样子，他就不由自主地想上去打2拳，现场顿时一片狼藉。对于这个曾经的角斗士冠军，发泄情绪就是这样简单粗暴。
虽然光头已经赶到，但不了解事情的起因，所以并没有上前阻止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小弟竟然狗急跳墙，在背后搞起了偷袭。这下虽然并没有造成明显伤害，但让黑熊的怒气值瞬间拉满，眼看就要将对方撕碎之际，老板娘出现赶紧制止，说凭借你角斗士冠军的身份，怎么会和这群小弟一般见识？再说你又高又帅，这样粗鲁的方式和你的外表天差地别。拍马屁的方式刚好戳中黑熊软肋，所以开始犹豫起来。老板娘接着又说，如果你放过他，拖欠的所有酒水钱都一笔勾销。黑熊听完后顿时感觉心情舒畅，所以让小弟付出一条手臂作为代价，但酒水钱还是不能少。正如老板娘说的一样，外表要和行为相符。当走到门口时，他不由得瞥了光头一眼，似乎在说糟老头子还不赶紧收了我。光头活了大半辈子，当然明白这样的暗示，赶紧追到街上邀请对方。虽然有了黑熊的帮助，但还不足以和香料商对抗，于是派芬尼克前去找到了宇宙最强的赏金猎人。阿伟虽然果断答应，但眼下自己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身为美剧天花板曼达洛人的主角，一路凭借开挂般的实力，分分钟就能解决对手，甚至连整个光之国都惧怕的猛兽也能轻松将其击杀。而就这样一个实力恐怖的男人，竟然在第2季的时候，面对小可爱被卢克带走，哭得像一个孩子。之后阿伟似乎重操旧业，再次干起了赏金猎人的工作，但这次显然是遇到了麻烦，目标是一家屠宰场老板。当看到拿出的悬赏点，男人还满口谎言的狡辩，这个丑八怪根本不是自己。而阿伟将现场已经调成静音模式，拿枪就要将对方送走。旁边一个小弟及时冲上来，随着一口咬下去，一场大战正式开始。面对以多欺少，阿伟当然不怂，拿出暗剑便比划起来。暗剑本身锋利，再加上1000度高温，能够轻松做到削铁如泥。当然砍在敌人身上更像是切豆腐。就这样被称为曼达洛人的上古神器，阿伟不能做到灵活驾驭，导致打斗中自己的大腿被严重烧伤。但即使这样，依然能够轻松解决现场一众小弟，硬生生将老板砍成2半，然后迅速回去兑换赏金。此时门外无数屠夫都严阵以待。阿伟说自己只为了完成任务，并不会滥杀无辜。现在你们可以瓜分老板的财产。随着对方进入里屋疯抢的功夫，阿伟一瘸一拐地离开现场。为了治疗腿处的烫伤，阿伟找到了同族的黄金锻造师，在对方的口中得知，暗剑直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，是当时一位地位崇高的荣耀锻造师打造而成。他既是曼达洛人，同样也是绝地武士，凡是拥有此剑的人，便可以统领整个曼达洛族，成为战神一样的存在。但暗剑必须从战斗中获得，世世代代都是如此。如果一旦打破规则，落入弱者的手中，必定是整个曼达洛人的耻辱。当曼达洛母星被占领之时，就是手持暗剑的首领没有能力，不能带整族背水一战，从而让所有的曼达洛人无家可归。这样惨痛的先例，让所有后人深有体会。话音刚落，阿伟还有一事相求。原来这里并不是简单的治伤，而是打算将身上佩戴的长枪打造成一件凉爽透气的外衣，送给朝思暮想的小可爱。在临走之际，锻造师还训练阿伟暗剑的使用技巧。这时另一个曼达洛人走上前来，向阿伟发起了挑战，想成为暗剑新的主人。面对这样的结果，一旁锻造师没理由阻拦。暗剑从来只有最强者才配拥有，一边是自带外挂加成的主角阿伟，另一边则是虎背熊腰的同族挑战者。这本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，但阿伟根本无法驾驭锋利的暗剑，导致战斗力大打折扣，被对方找准机会甩飞几十米，并且还被抢走了武器。虽然暗剑象征着绝对的权力，但从眼下来看，这个大块头更是无法驾驭，反而被阿伟用匕首连续重击。要不是一旁锻造师阻拦，恐怕已经丢掉脑袋。虽然阿伟获得了胜利，但始终开心不起来，因为之前在救小可爱的时候摘下过头盔，已经严重触犯曼达洛种族的禁令，从而导致阿伟已经不再是曼达洛人。唯一的赎罪方法就是前往曼达洛母星，在圣殿内部的泉水中赎罪。但糟糕的是，圣殿早就被帝国占领，不复存在。面对这样的结果，阿伟并不后悔，因为在救小可爱摘下头盔时，就已经做好背负叛徒这个罪名的准备。接着来到一座太空中转站，阿伟需要坐飞机前去塔图因，但这里安检异常严格，不能带任何武器装备。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航行后，阿伟成功降落，并且第一时间找到修理厂大妈，因为前去小可爱所在的星球并没有直达的航班，必须先打造一架合适的私人飞船，刚好修理厂有一架，只要稍作翻新便可以使用。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，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试飞。在飞船启动的一刻，阿伟直呼这动力真带劲，竟然在一眨眼的功夫就追上返航的飞机。但还没玩痛快，就惊动了宇宙交警队，打算将阿伟的驾照吊销，扣12分。阿伟直接一脚油门便不见了踪影，留下一脸懵逼的执法人员。刚回修理厂便遇到芬尼克，原来是光头邀请阿伟对抗将要到来的香料商。面对这些曾经过命的朋友，自然乐意免费帮忙。说完便前往了小可爱所在的星球。
这里到处都是绿水青山，看上去美丽极了。在找到一处开阔区域降落后，旁边一个机器人似乎已经等候多时。经过指引，阿伟来到一个施工现场，无数的螃蟹机器人异常忙碌，正在搭建一个圆形房屋。阿伟刚想询问小可爱在哪里，带路的机器人竟然自动关机。眼下人生地不熟，只能耐心等待。而此时的小可爱正在经过卢克的指引训练超能力。男人只是小手一挥，无数青蛙竟然凭空飞起，看场景诡异到了极点。一旁50岁小可爱异常兴奋，因为青蛙是他最喜欢的美食。但可惜卢克并不是让他开饭，只是告诉他如何掌握强大的原理。看小可爱一脸不情愿的样子，卢克决定帮他解开心结。首先便是帮小可爱恢复记忆，随着无数的记忆碎片冲入大脑，小可爱变得表情痛苦。这是整族被帝国风暴兵屠杀的画面。也正是从此之后，小可爱变成了一名弃婴。而接下来卢克要让小可爱做一个选择，也可以说是改变一生的2条道路。原来就在1天前，阿伟曾经来过这里，经过一位绝地武士的指引，成功看到了朝思暮想的小可爱。可阿伟却终止了脚步，因为他不想小可爱因此而分心。正如卢克说的一样，难以割舍的情感是成为一名绝地武士最大的障碍。现在小可爱和卢克待在一起，无疑是非常安全，所以阿伟最终决定让对方将礼物转交，然后默默驾驶飞船离开了该星球。卢克拿出阿伟送来的礼物，是一件清爽透气的短袖。小可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上身，结果遭到阻止。只见卢克又拿出一把光剑，这是老师尤达传下来的随身武器，同样摆在小可爱面前。如果选择金属短袖，则代表小可爱屈服于情感的牵绊，无法放下心中的所爱之人，也就自然的放弃绝地之道，从而会被送回阿伟身边。如果选择光剑，卢克则会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小可爱，从而成为一名优秀的绝地武士。但训练的过程枯燥乏味，而且时间漫长，恐怕再也不会见到阿伟。毕竟相比小可爱的一生，人类的寿命还是太过短暂，这无疑是个艰难的选择。而阿伟自从驾驶飞船离开后，就立马前去塔图因支援光头，因为香料商大军即将赶到，众人正在制定详细的战术。先是在街道的各个角落安排人手，随时观察敌人动向，汇报战况。却不料对方已经提前行动，将当地的酒吧洗劫一空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不知敌人下一步会做出怎样丧心病狂的事情。而正在这时，一名红眼刺客竟然送上门来，告诉光头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，你们不会再等来援兵。原来就在半天前，阿伟去不远处的自由镇找过红衣哥，希望他带领手下一起对抗香料商。但红衣哥不想卷入这场战争，所以将阿伟拒之门外。没想到随后就被红眼刺客击毙。此时香料商在各处已经发动袭击，面对绝对的数量优势，无奈只能躲进屋内。这时市长助手想到一个妙计，他可以代表众人假装和对方谈判，然后让光头和阿伟打一个突袭战。这样的方法虽然好用，但也让两人落入境地。就在这个玩命的时刻，自由镇的村民前来支援，他们要为首领红衣哥报仇。面对强悍的火力压制，对面渐渐落入下风，最终幸存者直接落荒而逃。就在大家庆祝胜利的时候，阿伟却发现一个庞大的武装巨兽正在向他们逼近。原来刚才的战斗仅仅只是个开始，随着武装机器人护盾打开，即使雨点般的子弹也不能伤及分毫。光头见状，打出背部的导弹，随着剧烈的爆炸声，众人都以为机器人已经凉凉，但当烟雾散去的一刻，现场所有人才大吃一惊，这大块头竟然完好无损。被激怒的机器人火力全开，光头命令手下向两边撤退，因为前方遮挡的装甲车随时可能发生爆炸。随着两个曼达洛人的升空，他们决定和机器人打一个近身战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弱点。先是一阵烧烤无济于事，接着阿伟果断拿出暗箭，但砍上去依然毫无效果，反而是自己手被震得发麻。面对这样的结果，光头是说一句找援兵，然后匆忙离开，留下一脸懵逼的阿伟独自应对。眼下只有一边跑一边打，而四肢发达的黑熊却偏不信这个邪，非要和这个铁疙瘩正面硬刚，结果被一下拍到了墙上。幸好两个改造人及时发现，这才避免悲剧的发生。而阿伟在逃跑的过程中，刚好撞见修理厂大妈，顺便搭一个顺风车。下一秒阿伟乐坏了，对方是来送小可爱。久别重逢，他们紧紧抱在一起，看着小可爱穿上了自己送去的护甲，就知道他已经放弃绝地之道。但眼下还没时间酗酒，必须先消灭身后追击的大块头。但小可爱不让人省心，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对着前方机器人动用原力，导致瞬间翻了车，将大妈一口金牙甩掉好几颗。正在这时，远处一阵嘶吼声传来，在众人懵逼的注视下，一双细皮嫩肉的小手出现在房顶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卡哇伊多兰巨兽。村民见状都俯下身，不断默念看不见我，
只见光头操控巨兽，在躲避对方攻击的同时不断靠近，两爪子直接将其掀翻。阿伟则放下小可爱，然后上前左右开弓。在多兰巨兽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机器人的保护罩逐渐衰弱。阿伟先是将一边炮台砍断，然后直击头颅。即使这样严重的创伤，也不能将其消灭。眼看阿伟要被欺负，小可爱站了出来，看小家伙一脸严肃的样子，还真有模有样，但却只拧下来一个螺丝，导致自己被打飞。虽然结果很尴尬，还是给阿伟争取了逃跑的机会。随着冲出废墟的巨兽抓住机器人对天怒吼，直接将其撕成碎片，但还并未结束。紧接着光头操控巨兽找到最后一个机器人，先是一个野蛮冲撞，然后一下又一下的将对方重击。见此场景，手下开始一拥而上，消灭剩余的敌人。随着战斗进入尾声，之前的红眼刺客再次登场，只用简单的一阵火焰就压制了巨兽暴躁的情绪，将光头甩在地上落荒而逃。双方决定一枪定胜负。光头虽想一雪前耻，但始终还是红眼出枪快，凭借坚硬的护甲并没有领盒饭。眼看危急时刻，光头找准机会将对方打倒在地，成功将其反杀。虽然战斗已经结束，但刚才多兰巨兽受到惊吓，此时正到处搞破坏，村民还以为这大块头疯了，所以开始发起了攻击。被明智的阿伟果断阻止，将小可爱交给大妈照看，然后一飞冲天，想要将其驯服。但巨兽已经认主，直接将阿伟抓住扔出。面对这拳20年功夫，没有护甲的加成，恐怕已经粉身碎骨。眼看到了开饭的时间，巨兽拿着阿伟就想整两口。面对这个铁疙瘩，巨兽直接将其甩飞，然后一跃而下，和一旁大妈两人飙起了高音。转眼间，小可爱又不见踪影，原来是迈着小碎步想将巨兽驯服，看着还不够塞牙缝。巨兽送对方一阵口臭，小可爱被熏得够呛，开始大眼瞪小眼。随着发出的原力，巨兽逐渐安静，然后原地做起了白日梦。小可爱见状也靠在旁边。随着战斗结束，香料商的几个头目也被芬尼克解决。战后的小镇虽然一片狼藉，但所有人都洋溢在胜利的喜悦中，甚至村民亲自送上水果。看来城主光头在此战中已经获得人心，而阿伟带着小可爱又开始了新的旅程。